OK， 好 ，iPhone 12 mini 销量非常的惨淡，是不是代表它是一个失败的手机呢？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 iPhone 12 mini， 因为先前我有讲过，我会分享我长期使用 iPhone 12 mini 的感想。我大约用了大概将近1个礼拜了，然后这本来就是一个在当初已经写好的稿，后来就还没有拍这一支。可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出来，刚好提到美国10月到11月之间的 iPhone 销量，那 iPhone 12 mini 的销量是意外的惨淡啊，所以我觉得刚好也可以借着机会，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也顺便分享一下我使用 iPhone 12 mini这段时间的感想。OK， 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一次的 iPhone 12系列推出的时候，其实我在一开始就已经说，我觉得我会选择的就是 iPhone 12 Pro Max。那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除了它有唯一升级的镜头感光元件之外，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力。因为其实在推出前，我们在流出的消息就已经知道他们所有系列电池容量大概是多少。那实际使用上，当然就是其实还是差了 Pro Max 一点。那我选择12 Pro Max， 其实在这个全系列来讲，在 iPhone 12跟12 Pro 先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 iPhone 12 Pro， 那用了将近1个月，然后也大概分享我的感想。让我最不习惯的反而不是它的相机，因为我觉得相机的差距在很多时候拍摄是看不出来的。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力。那我有提到过，就是说它的电池续航力，在我平常一般使用，如果说我今天要出去开会或处理事情的时候，大约半天大概3-4个小时的时间，它就会掉了大概45% 左右。OK， 那这个对我而言会有一点开始觉得紧张。OK，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到中午半天办完事就可以回到办公室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办？那就要带行动电源啊，就是反正就多了一个麻烦。后来换成12 Pro Max 之后，这个基本上就算够用，虽然还是差了10 Pro Max 一点点。那可想而知，我们知道12 Pro 的电池续航力是这样子，那自然到12 mini 的续航力就不会更好。那这个也是在苹果官方数据上有讲到。可是为了测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的感觉，我还是用了将近1个星期。其实我是蛮喜欢 iPhone 12 mini， 我觉得在一支那么小的手机里面，它里面有最新最快的处理器，那基本上也算是最好的相机，然后又有支援 5G，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体的 package 是蛮划算也蛮值得入手的一台 iPhone。只是以我个人使用习惯的话，就是像我差不多类似使用的情况，大概过了半天之后，它的电池就剩下35%。那这个平常要在办公室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关系啦，反正就随时充着电就好。那可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这个会让我就有点紧张，就必须一定要带行动电源，才可以让我完成这一天的使用。以我的使用习惯是不太够用，而且也不太方便。那虽然它的小尺寸我非常喜欢，不管是放口袋啊、放包包什么，它都可以有种不是很存在的感觉。那我非常怀念这个尺寸的手机。但说真的，从当年 iPhone 6到现在的 iPhone 12 Pro Max， 手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重要性已经提升非常多，不管是它效能的提升、续航力的提升、萤幕变大，或者是种种原因，或是更多的软体资源。那我基本上可以在这只手机上面处理掉非常多我需要处理的工作。那这个在先前 iPhone 6啊，或者我先前使用这种小尺寸手机的时代是还不太可能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对手机的依赖性也相对比以前高蛮多的。所以呢，在上面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代表它的电量消耗就越来越大。这种时候用小手机，相对来讲，它的电池对我而言就有点不太够用。那这当然是我个人使用的情况，你的使用情况不一定跟我一样，或许你不是那么重度的使用者，或者你随时都是在办公室都可以充电。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就不太需要担心。iPhone 12 mini 还是非常的好用。OK，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到，就是说为什么它的销量会这么差。这个是讲美国 ，OK， 美国就是在10月到11月这段期间，然后他们有相对去比较去年 iPhone 1110月到11月这段期间的销售。那其实在整体来说 ，iPhone 12系列的销量是提升的。去年所有 iPhone 11系列在这段期间占全美国电话销售量的69%，那今年所有 iPhone 12系列占全美国电话销售量的76%。可是我们再细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12 mini 它的销量大概占所有 iPhone 的销量的6%而已。这个听起来好像好还不好，因为你 iPhone 系列有非常多嘛，有 10R 啊、11啊、11什么有的没啊、11 Pro Max 或是 SE 什么等等。但是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 ，iPhone SE 跟 iPhone
11的销量都还跑上大概2% 左右。那我一开始想说，会不会是因为 iPhone 12 mini 比较晚推出11月才推出，所以造成这个现象？那可是这样看回来的话，你看到 iPhone 12 Pro Max 是跟12 mini 同时间上市的，它的销售量也是非常的好。那在所有 iPhone 12系列里面卖最好的，毋庸置疑就是 iPhone 12。那这也是我在这次系列里面，我觉得对一般使用者而言，如果你就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想去比较的话，我推荐iPhone 12这一台。那这边如果我们细去看，为什么 iPhone 11啊，或者是 iPhone SE 这一类的系列，它的价差基本上跟 iPhone 12 mini 是有一点距离啊。如果你要讲 iPhone SE 的话，它是$400， iPhone XR 是$500，然后11的话是$600，然后 iPhone 12 mini 的话是$700。那如果你看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iPhone 11才差 iPhone 12 mini $100，为什么它的销量确实比 iPhone 12 mini 还要好？因为其实在美国，这种接近这种新机出来的时候，或是在新机出来之前，那更尤其这次新机发表延后，然后甚至 iPhone 12 mini 跟 Pro Max 它上市的时间又再向后延。那在这一段空窗期间，其实有非常多的电信商他们会推出非常多优惠，像是可能 iPhone 11你续约买1送1啊，或者 iPhone 11可以搭配 iPhone SE， 然后可以其中一台免费之类这类的续约，在各个电信商都会推出来。那其实我自己也看到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价差就不真的只是$600跟$700之间了。那当然这种时候，很多人可能在等待 iPhone 12 mini 要上市或是要推出，他可能觉得他不想等，看到这个好像比较好的续约 deal， 他们可能就先跳进去。那也相对来讲，很多使用 iPhone 12 mini 的人，或许他偏好这类的小手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使用者。那这种时候，他如果选择 iPhone 11或是 iPhone SE 来讲，对他而言，他可能感觉起来差距也不会那么大。那这种时候，你就看到 iPhone 11跟 SE 的销量非常好。那看到这个销量的话，就有一个讲法开始讲说，他们觉得说，苹果在有没有可能会取消 iPhone 12 mini 这个系列，就是说再来可能13啊，13 mini 可能就没有这个型号。那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啦，因为到现在还有陆陆续续到将来 iPhone 13或者12S 要出来之前，在 iPhone 12 mini 系列上面也会有非常多的促销。长远看起来，我们就要看在未来这段期间里面，当 iPhone 12 mini 这些系列跟 iPhone 11啊或者 SE 他们有类似促销的时候，它的销量会不会还是这么差？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向上提升不少，毕竟它有支援 5G。然后再来 iPhone 13系列推出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就是说苹果会不会保留12 mini 这个系列，因为像先前譬如说 iPhone 11的时候，它11就是只有一台，它没有再更小的一台。那在新的12这一代出来的时候，它会保留11这一台继续在它的官网上面贩售，其他关于 Pro Max 啊 C Pro Max 或是 C Pro 的话就会陆续的停产。那这一次我们要等到比如说9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在新推出来的时候还是会保留 iPhone 12跟 iPhone 12 mini？ 那这种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mini 系列销量会再向上提升。然后关于这个产品线会不会取消掉，我觉得至少还要再等个1代到2代之后，我们才能看比较清楚这个 mini 在现在的市场上是不是真的这么不讨喜。我个人是觉得还是一支蛮值得购入的手机，如果你不是那么在意萤幕大小啊，或是你可以接受这个续航力的话，我还是蛮推荐的，因为市场上没有其他类似的商品嘛，用最新最好的处理器，最好的相机，然后支援 5G， 然后这种尺寸，我觉得是一个对喜欢小手机的人来讲，我觉得这也是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今天的影片大致上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也可以再讨论。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